如果你们今天预算大概是100千左右，你们可以来看看这辆 Leapmotor 的 B10。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呢，要给你们带来一辆 Leapmotor 的 B10。大半年前有试驾过一台 C10， 它是一个确实的 D segment SUV， 当时的价格呢，大概是125千左右就买得到。那如今的 C10 呢，也推出了 C10 Plus， 那它把电量增大了，马力也增大了大概300匹，充电的速度呢高达180 kW 的，没有别的对手了。但是如果你觉得那辆车太大辆，可以看一下比它小辆一点的 B10， 我也称它为 Baby C10。车身呢，你不要看它这么小辆，其实内饰很大的哦。其实有时候我们买车呢，除了买到它的样貌，还有它的款式配置之外呢，其实有样东西对我而言是非常重点的，就是它的驾驶感受有没有超出它在价位里面的这个水准，或者是它的用料方面。因为有些车是这样的嘛，表面看上去好像不错，但是一摸上去的时候完蛋了。但是Leapmotor我可以告诉你，你今天花100千左右的价钱去买回来，它可以跟200千左右的车子去竞争的。Leapmotor logo 是一个 L 跟 P， 中文叫做领跑。这款 Leapmotor B10 呢，总共有2个规格，一个 Life， 一个 Design， 我们称为低配跟高配吧。在我身前面这辆是最高配的一个，售价大概99,800起，你就可以买到一个 C segment 的电动的 SUV。如果你这样子看下去，这辆车的外貌好像比较小。如果比其他大哥 C10 的话呢，它的确是小辆一点。不过车身里面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挺大的。竞争对手是 BYD 的 Atto2、EMA 7， 但是在这个价位里面呢，大部分他们都是前置电机、前轮驱动。可是在我身前面这个 B10 哦，它是后轮驱动的，在这个价位好像比较少有，对不对？它的大哥 C10 也是一样。如果你们兴趣看我之前试驾它的大哥 C10 的话，不妨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哦。那辆车我也是觉得带劲กับ带食，真的很大，坐包真的很舒服。车身长度为4515mm， 宽度为1885mm， 高度为1655mm， 轴距为2735mm。它的轴距的确比 Atto2 还有 EMA 7长那一点点的。至于高配跟低配它的分别呢，第一个就是电箱的容量了哈，低配为56.2 kWh， 这台高配是67.1 kWh， 充电速度也不一样，低配140 kW， 高配168 kW。低配跟高配的马力都一样，218 PS， 240个牛顿米的扭力哈，0到100大概是8秒钟左右就可以完成。我可以说够用就好。买电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它的供电稳定是最重要的。悬挂设置为前麦花臣，后是多连杆。低配跟高配的轮圈也是18寸的，前为225，后为235，都是为50、18寸的轮胎，用这 Linglong Sport Master， 前为单活塞刹车卡钳，后面也是单活塞。前段刹车为电能回收，但是在后段踩下去的时候呢，反应要有就有，一踩就急来那种感觉。这台车有一个卖点就是它的重量是前为50，后为50的，感觉开起来就是非常的平衡，无论是过弯啊、高速啊那些都开起来非常舒服。加上它的电箱是在下面，低配跟高配也是搭载这个 ADAS Level 2， 你所想象的360啦、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啦、什么自动刹车、ACC 跟车那些全部通通都有啦。低配就6粒喇叭，高配就12粒喇叭，但是它喇叭就没有说任何的牌子啦，听起来还是很舒服、很好听的。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低配只有2个外观的颜色选择，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内饰呢都肯定是 fabric 的，只有高配可以选内饰，你要全黑的皮革材质，还是我这台的 Shadow Grey， 它是 Eco Leather 啦，能理解为人造皮，可能吧？高配你也可以选择你要 Starry Night Blue 或者是 Dawn Purple。这台车厂家给了我一张卡，这张卡可以来解锁这台车。
它在 Side Mirror 上面有一个 Touchpad， 你只需要用这个 NFC 卡解锁了之后啊，进到里面呢，虽然冷气是开着了的，你必须要把这个卡放在这个地方 NFC， 然后踩一下刹车，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如果锁门的话呢，就这边 touch 一下。这次Leapmotor呢，它把我加入它的 App 里面，车主们可以下载，然后可以通过这个 App 里面可以管制你的车，它到底停在哪一个地方，锁门、解锁、开尾箱、开窗，先提前把这个冷气打开，通通都可以在这边操作的。我不太喜欢这种门板啊，见仁见智啦，因为我觉得很麻烦，有时候手要特地用力啊，所以还是喜欢那种传统的手把。打开尾箱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 App， 这里有一个 boot。你打开就可以了，其实它是隐藏在这边。OK， 我记得这个 C10 也是在这边的哈。430升的尾箱空间，椅背可以做6式倾倒，可以高达1700升的这个尾箱空间啦。而且这台高配有 Subwoofer， 还有一个隐私帘。下面这边就没有备胎，还有一个胎压补贴剂，这边有一个紧急逃生。好的。Leapmotor 的车头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好看。底下这边有一个 projector 的 LED headlamp， 虽然在这个价位里面不是算最亮的那个，可是它的照亮度是 OK 的。在下面有一个雾灯，这个旁边的塑料就是装饰用的啦，它没有任何的功能。这台车的充电口在这边，还有 AC， 还有 DC 快充，还有 V2L 的功能。车尾看下去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晚上看下去类似像贯穿式了，可是它不是完全一条到完，它还是一样有一点层次感的。内饰方面呢，长得是挺好看，可是有一点我们说的不耐脏，所以要挺照顾的，时不时要用布来擦一下。这台车虽然在同等级的竞争对手里面，他们是有的调节，可是这一台就没有。但是如果你说很直吗？我觉得还可以，不会太直。有2组的 ISOFIX 座椅，这个电池在下面，所以中间都是完全平的状态。通常10万块左右的车后面肯定是偷工了一点点，用硬质塑胶。可是，在 B10 上面呢，手动到的地方都是皮革包覆，而且有非常精致的缝线在这里。你看开窗的按钮呢，都挺特别的哈，4个窗都有一键上下。我的头部空间多过一个拳头，而且这台车好在有一个全景天窗，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好像是最大的一个天窗，一点压迫感都没有。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了，这里多过一个拳头，而且很舒服，我的脚可以放到去里面。美中不足就是可能这一个座椅呢就比较稍微短一点，座椅的发泡面都是偏软的，有着它的大哥 C10 的影子一样。当然，如果你说你有这个条件，你直接上 C10 会更好啦，因为 C10 的座椅我印象很深刻，坐下去就是那个大沙发，很舒服，而且它的皮革的材质也非常的好。然后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这个 logo 我就不知道它干什么的，这个又感觉上像电饭煲又不是，3个点加热又不是。后面有一个冷气出风口，一个 Type-C 接口、USB 接口，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格，这个可以放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它也不是冰箱。后面 B 乐这边有喇叭，跟它的大哥 C10 是一样的。打开门之后啊，你敢去对比一个200千左右的车吧？它的用料、它的材质非常的 good job。很喜欢这个窗户按钮的地方，除了一点镀铬式的按钮之外呢，这个地方都是亮面的，很高级的感觉。但是可惜这边就一个洞了，你就要利用下面这个空间哦。踏板就没有风琴式了，但是你打开前面的所谓的引擎盖呢，就是在这边。左右的座椅都有电动调节，而且有带座椅通风的高配的方向盘哦，它就有带双色的，看起来跟握起来了，让我想起了什么车呢？就是 Bentley。这个地方硬质塑胶嘛，这个地方又回到去软质塑胶了。可是呢，有样东西我真的是不明白，这个地方是可以通过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可以放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种设计感非常有层次感，对不对？喇叭整条都是，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传感器，会监督你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有在分心。如果你的眼睛一直在看左边这个屏幕，或者是在玩手机的话呢，它就会提醒你啦。这一个干净的嘛，有灯，这边有2个灯 LED 的，还有一个 hazard light， 有灯的吗？手动的，还有这个遮阳帘。当然这个遮阳帘没有任何按钮的，你可能在这个主机里面按一下，或者是用它的声控就可以了。Hi Leapmotor， I am listening. Close sunshade. Okay, sunshade closed. 这个荧幕大概14.5寸左右吧，有2K 的这个屏幕，8寸的这个仪表。这个仪表其实我觉得有点多余啦，这边有显示时速，这边也有显示时速，也是可以看它的续航有剩多少，还有剩下电池多少。然后它这个车子跟这个是同步的，你看刚刚我打开了前面的所谓的引擎盖，包括我打开这个车尾箱。这个 Side Mirror 的调节就是通过这2个球球来调哦。你看它这个新的这个 OS 哦，它整个动画都非常的丝滑，因为它里面的主机是用这 Snapdragon 的芯片，很丝滑。哇，你看它的动画真的是进得去，所以它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下面有一些快捷键，比如说音量、
内饰循环、座椅通风、打开关闭冷气。这些冷气的快捷键全部都可以在这边实行的。内饰啊，晚上亮起的气氛灯啊，虽然没有太多花俏的地方，它只有在冷气出风口有。虽然可以在 Ambient Light 里面调很多种颜色，信我，到最后你应该还是会用回一个紫色或者是粉红色。当然，你也是可以打开 Ambient Light Effect， 在晚上可能倒车的时候啊，当物体靠近的时候呢是橙色，但是要到终点的时候呢变成了红色。自动头灯啊，你可以调整头灯的高度，还有自动的雨刷。这台车从我昨天拿车大概97%左右，走到今天第2天呢，剩下49%。我现在走了大概不到200公里左右啦。可是这台车是用的 LFP 的电池，它有3种的驾驶模式 ，Comfort、Standard 跟 Sport，3种模式开起来非常的不同。我把它回充调到最高。方向盘呢，因为我觉得放在 Comfort 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太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 Sport 还是比较好驾的。这个 Custom Button 呢，也是可以通过这边调的，我调放成360，Double Click 你可以 Adjust Side Mirror、Window Lock 等等的，所以这个是快捷键嘛。所以360虽然不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是最轻的，我觉得还可以啦。这台车也有 One Pedal Mode 哦。在 Comfort Stop， 如果你打开在停下来红绿灯之前呢，它整个过程非常丝滑，一点点头都没有的。所以有些人不喜欢，你也可以关闭啦。但是我已经习惯了。ADAS Level 2 Lane Centering Control 我打开是因为想要用这个 ACC Lane Departure， 这个我每一次关掉了之后呢，如果你在激烈驾驶或者是你下一次上回车，它也是会自动打开的。这个我没有办法了。这辆车有 Sound Effect、Hi-Fi、Surround、Theater、Dynamic 各有各的好听，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回 Hi-Fi， 然后自己调一点那个 Equalizer。Display 有2个模式 Dark 跟 Light Mode， 这个荧幕啊是可以调 Automatic 的。然后这个 Bottom Bar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客制化你要什么东西，胎压侦测器、续航等等的。这边多了一个按钮嘛，你按一下，它的这个新的 OS 可以调整你的这个主题的更改你车的颜色，还有这个Special Effect， 我把彩虹飞机还有蝴蝶打开了之后呢，哇，你可以时不时看到它在旁边飞的。如果你觉得此刻心情是正是下雨天呢，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下雨天，下雪也可以啊。里面的 APP 呢就很多东西可以看，里程、Trip A、Spotify， 还有可以滑 TikTok 哦。现在这台车有内置 4G 系统啊，解锁这台车等等等等都可以的啦。上面这里拉下来就有一些快捷键的地方，而且你也是可以自己客制化的。然后上面这边有一些快捷键，比如说可以打开关闭这个无线充电、锁门。当然它的方向盘跟它的 C10 大哥一样，这里也是可以锁跟解锁的，还有续航里程啊。OK， 还有这个关闭 ESC 啊、Bluetooth 啊等等等等都在这边操作。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我个人认为少了一些实体按键。然后我很喜欢这个中间空的地方，你可以把这个2个置杯架收起来。虽然它是没有的调整它的尺寸啊，你打包一些什么蜜雪啊、霸王茶姬那些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啦。中间这里很大很空，有 USB 接口、Type-C 接口，还有个12伏电瓦，有无线充电在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打开，这里可以插一个卡，没有冰箱。这6颗洞我真的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装饰用，我只能这样子说。然后有一个扶手箱，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调上调下跟前跟后啊。这个仪表是跟着的，仪表的显示只能调右手边这一块，是通过这个按钮来转的。这个是调音量上下，这个是一键来关闭这个声量。Next Previous， 左边这个地方只能就是用跟车系统的时候用。排档杆就是在右手边这边的怀档，如果你在驾驶的时候拉2下它就是进入这个半自动驾驶模式了。Signal 在左边，闪人家高灯。前面呢，它的电动马达在前面，这里就多了一个25L的储物空间，好过没有啦。OK， 那我们现在出发。这台 Leapmotor B10， 昨天我充电，终于开了2天之后剩下一个不到40%，去充电看一下它的速度168 kW 什么概念在这个价位里面，我觉得我驾了这么多电动车里面没有一个这么快的速度除了那个 Tesla 啦之前 Tesla 应该也是180左右，那时候 Model 3这一台有168 kW 的充电真的是不一样你能够相信吗？我一把它充开始应该是39%嘛，没有多几分钟不了，你懂吗？立马就飙到45%，很快，真的很快。直到80%的这个电量的时候，我充到90罢了嘛，我不要充到100。从80开始到100%还需要一个大概35分钟左右嘛，这样子估计的话，实际上从80到90呢，只需要一个15分钟左右，而且它的电量还在50 kW。
我觉得从80开始有50 kW 很快了，我觉得不错了。首先你的充电桩必须要有支持到这种速度啦，因为我去了那个 Starlink Mall 的充电桩哦，最快400 kW 了，什么概念？长话短说，我从不到40%充到90%的时间只用了25分钟搞定，真的快。我觉得很快，我在车上滑一下手机没有多2下罢了，我连工都做不到，片也剪不到，滑一下时间到，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电车啊，在城市里面驾驶真的是很一流，真的一流。我去到任何的购物商场，只要它有充电桩，第一我有特别的停车位啦，第二我就是可以，哎呀你干嘛呢这个？第二就是呢，我可以享有一个特别安静特别顺畅的这种驾驶，没有变速箱吗 ？PHEV 的车怎么样都好，都会有引擎嘛，所以引擎呢，在怠速的时候会有带来一点点的这种小许的频率震动，还有就是有些 PHEV 车还会就是你踩大油，它还会有高转这样子咯。OK。所以这台车完全没有，而且我觉得让我惊讶的是，这台车大概100千左右哦，它给到我什么呢？就是隔音也不错 ，OK， 然后胎噪也不高，虽然这个轮胎也不是什么太好的轮胎啊，玲珑啊，不是让什么 GT 啦，什么 Michelin 等等的哈，所以它的胎噪也不高。你抓地好吗？就还行而已啦，这种轮胎，而且它的玻璃呢是单层的哈。它不是双层的，它都把隔音做得如此这么好，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它是有的 fight。OK， 那很多人会在这个价位呢就会拿 EMA7 来比啦。虽然我没有正式驾过 EMA7 哈，可是我在前几个影片有驾过 EMA7 的 PHEV， 那个我真正的试驾了。EMA7 PHEV 呢一上车呢，第一个的印象就是它的座椅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坐，很舒服。那Leapmotor B10 呢，它也是有这种柔软度跟舒适度，可是呢，它就是在驾驶员这个座位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么有包覆性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就 EMA7 的 PHEV 的座椅，应该相信跟 EMA7 是一样的，然后它的包覆性很强，它有类似像桶椅这样，就要像你的腰呢有被东西裹着这样，在你过弯的时候呢就会有支撑性这样啦。虽然 B10 的座椅呢不像半桶椅这样，可是呢，它的这个发泡棉的柔软程度是非常足的，所以你说两者呢好不好做？如果你没有太要求就是那个包裹性的话，其余之外它都是非常舒服的一张座椅来的。所以你问我两者里面更喜欢哪一个呢？我觉得两者都有它的优势啊。但是如果你问我两者里面的内饰谁比较好看呢？虽然 EMA7 不差，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B10。首先就是它的气氛灯的地方啊，放的地方就是冷气出风口，我觉得很特别。虽然它没有像 EMA7 这样，像普通车这样在门边啦，前面这边有一条拉，无可否认是漂亮，可是它就我看腻了，太多车有同样的设计啊。来到 B10 的话，我就觉得很新奇啊，很多东西都很新奇。除了干净之外哦，哇，这些有层次感的设计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管它什么这个硬质塑胶，可是它的这个喇叭放的地方呢，就是前面整排的，有点类似像 Tesla 这样的，所以听起音乐的时候啊，这个12粒喇叭它让你给到你那种环绕声，还有模式，你要人在你前面这里唱歌，你要在左右这边出声音，你要在这边集中都可以，这个是Leapmotor非常有独特的这种卖点啊。空间怎么样呢？就我觉得两者都不相上下。趁现在堵车的时候呢，我就先用这个 ICC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它是用这个拨杆拨2下 ，ACC 亮着灯。现在我把速度调至成30，你可以把它调高一点，通过这个小小的转钮转一下上去。还有一个就是 LCC， 我们称为叫做 Lane Centering Control。那当然，除了这个小仪表有显示之外呢，其实这边也是有的，这里都是同步的，包括这个车子啊的动画全部都是同步的。这两边跟车距离呢，就这个转钮的左右我就把它调到最远。这几天使用这个 ICC 自动跟车呢，我觉得它都挺丝滑的。Leapmotor 的安全系统呢都是偏于保守的，然后让我想起之前我开的 Leapmotor C10， 它有一个让我挺吓到的地方，就是在我后退车的时候啊，它可能发现到后面有车过来，它会一下子紧急刹车，刹得非常突然那种感觉，甚至让我吓到，好像撞到东西这样。然后如果后面有一台车停着啊，你也不可以太大的油门下去，不然的话它也会自动帮你刹车。
造成你的惊吓啊，真的会那种魂魄都没有那种感觉。我记得只有那个问题而已，其他的什么 ACC 保守不用紧，我是那个退后的问题。可是这几天我开 V10 下来呢，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它这一套系统有在提升的，过弯啊那些都非常的棒。虽然这个 ICC 自动跟车不是让你就是滑手机用啦哈，我这次声明一下哈，如果你不看前方的话呢，这个 sensor 会跟你讲的，看路了，不要再看手机了哈。如果我不把手放在方向盘超过几十秒之后啊，它会提醒我，跟我说，把你的手放回去了 ，slightly turn the steering wheel。那如果我还不把它放回去的话呢，我们看它会接下来会干什么东西啦。你看它会跟我说，手要放在方向盘了，它已经出声音了。那我还试一下不再理它，还得 switch to manual mode 啊，就这样子。它除了可以开 one pedal mode， 可是这个 one pedal mode 真的老实讲，我觉得不好用。我觉得我开的不顺。我已经尽量把它尝试要把它开顺，但是还是做不到。反正你把 one pedal mode 关掉，你把 comfortable stop 打开，那我的油门呢？应该是说电门呐，你们能理解就好，好不好 ？OK， 电门跟油门一样的啦，踩油就对了哈。那你看啊，我现在把那个油门呢，慢慢的、轻轻的放，还慢慢的停下来，还用那个电能回收停，甚至可以剩下那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轻轻把那个刹车踩那一点点，然后它就可以很舒服的停完下来。当停完下来之后啊，它就是虽然没有启动 auto hold 啊，它还是不会动的。我觉得我很欣赏这一点。当然，如果你再把那个刹车再踩深一点的话啊 ，auto hold 它会自动启动，那个我会更加安心啦。油门的控制非常细腻。那虽然我们每一天下车之后一上回车啊，它的驾驶模式自动帮我跳回去 comfort mode。但是我觉得日常生活叫我们务求的是什么？就是舒适性嘛。所以 comfort mode 的话，它的油门就调教的非常的舒适。就算我一脚把这个电门踩下去的时候啊，那它冲出去那种状态也不会很大。比起 Sport 的话，这个分别性非常大。Sport 就是感觉到这辆车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性格去，油门随踩随来那种，它不会有任何的迟缓，反而这个 comfort mode 会有。那如果你喜欢不太普通的模式的话，你把它调成 standard 也行。那 Sport 一般上的电车啊，就是油门的调教而已嘛。这台车除了油门调教之外，它的供电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它细腻啊，真的是细腻。如果你们认识我那么久以来啊，我一般上试车我很少会跟你说它的配置对呀，配置有啦，都可以摆在前面给你们看，你照着念就可以了吧。什么车都现在基本上你什么车都有 ADAS Level 2，动力很强，怎么拉哈，说到很厉害啦。可是呢，正式开起来的时候呢，有没有那种调教的细腻度？它的可能有一些用料方面，或者是它的驾驶感受上面有没有达成那个细腻？我所谓的细节成为一切哈，就是有没有你就要去真的是细心去品尝了。所以反而力摩托这一套小小的小动作，我认为你真的是有把心思放在你的车上。无论是它的底盘调教，它的这个悬挂调教，最让我佩服就是呢，这个力摩托它的悬挂虽然它没有什么 DCC、ICC 什么 CC 啦，它是用这个非常普通的弹簧，有 absorber 有 spring。然后它把它调成很适合马来西亚的路架，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满意的一点。现在我把它变成 Sport Mode， 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我到现在没有踩刹车的嘛，只是放开那个油门轻轻放而已啦。现在踩一点点。OK，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1、2、3，踩完。力摩托的车从 C10 开始，我虽然加过旧的啦，迟点有机会的话，我拿 C10 Plus 回来，因为马力有提升了。之前的 C10 也是很顺畅的，然后踩完，官方说170嘛，最高时速，我看一下我可以做多少，180左右，不到178。到了这个速度之后呢，你就知道跟大哥的分别在哪里了。C10 的这个声控它的噪音会控制的比较好一点啊。现在
这样的速度，会听到那个风声从这里进来啊，单层玻璃嘛哈。这个时候呢，你在高速上面你就感觉得出后驱的特性在哪里啊？因为一般上我们开的什么 BYD Atto 2啦，我后面的那一台 Dolphin 啊，都是前轮驱动啊。一般上在这个价位很少会拿到后轮驱动的。可是它就是那种精准的转向，你会感觉到过弯的时候啊，那个头好像没有什么负担的，因为它没有在转动那些嘛。然后呢，就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就推头就少。反而就是让这个尾巴来控制你的转向，你踩的多，它又好像要甩出去那种感觉，有一点点啦。虽然这套系统还是挺保守的，利摩多。对，我把那个 Lane Centering 关掉先 ，Lane Keep Assist。OK， 那我们就你看啊，这转向挺精准的，反而少推头。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油门控制一下，它就很好的让我过弯了。悬挂调教呢，就如果比起 Proton 哦 ，eMAX 7的 PHEV 啊，虽然我还是强调我没有开过 eMAX 7，我觉得它的那套避震器还是一样的。eMAX 7的 PHEV 呢很软的，可是它软的来呢，就支撑性是有啦，要在很高速过弯的时候它是有，它是挺好开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这种比较偏向这种 performance 的人哦，我觉得有点过软。那利摩多的这个调教在于比较更多的减少比较多这种频率啊、震动啊，我很喜欢它在高速上面的表现。我维持现在这个时速的时候啊，它没有 air suspension， 它感觉开出来就像 air suspension 这样子。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套，就是我不要用到 air suspension， 我不要用到那个气囊，可是我调出来的这一种避震器呢，就给到你很舒适的感觉，不需要任何电子的操控。这个就是所谓的技术啦，跟细节啦，啊，所以我给它这个悬挂呢是真的蛮高分的。eMAX 也不错，可是所谓的一山还有一山高，鸡蛋还有鸡蛋高。方向盘，我现在放到 Sport， 我一整天下来，我每一天都是用 Sport。我觉得反正其他的模式的话，感觉像打电动这样毫无的这个操控感跟这个回馈感，所以你看，哎，OK， 120过这个弯试一下，后驱就是后驱，所以它的转向推头也少。哇，我很喜欢它的避震器耶。这条路虽然不平了，你懂吗？可是它给了我感觉就是很踏实的压在地上去，让我想起我开过 air suspension 的车啊，例如后面的后悬挂的 air suspension， 像 X6 啦、X5 啦、BMW 的7 Series 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呢 ？S Class 啦啊。就它的类似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咯，低速给到你舒适度，而且高速的时候呢，那个感觉上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舒适度又来了。因为有些悬挂你调在低速的时候太于舒适，高速的时候就那种浮动就来了。这台就没有那个太多的那种浮动在高速上面，所以如果你比起这个悬挂的这个调教哦，这台会比 eMAX 好那一点点。但是我觉得 iCar03还是比这辆好很多 ，iCar03真的是很给。OK 了，那电车我也没有什么好说，又没有变速箱，又没有发动机，就是这样子，充电没有电，充电柴油。我可以说它的转向精准，对吧？电门就是精致啊，我还有容易控制，哎，前面要如何停下来，把那个电门松开就好了。然后底盘，其他的之外没有什么好嫌弃的。这种价钱100K 左右，你们有这个预算，可以来看看这台领跑的 B10， 真的它是一个不错的车。我说再多也没有用，各位鼓励你们去试驾，试驾了之后你们就懂这台车特性在哪里了。
当然，如果你们想试驾，可以找我爱的人试驾带你们去试车。当然下单也可以找我了啊。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Goodbye。